大家好，我是文明说客，很高兴跟大家分享韩国一些文化、生活等方面的趋势。在看韩国历史剧的时候，我们总能看到有朝鲜特色的建筑，所谓韩屋。韩屋是单层的建筑，并且外墙低矮。从当时其他国家来看，很多国家都以复式的形式建造房屋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更有效地使用空间和土地。那么，以前的韩国人是因为建造技术不足，只能建造一层的房子，还是有宗教原因呢？历史初期时在地上挖土建造窝棚，之后在树上加了泥土，建造了巢房。韩国三国时代的初期，也就是中国东汉末到唐朝初期，韩屋的形态逐渐形成，在木柱上涂上白色，屋顶也放上了瓦片。一提到韩屋，这个画面就会浮现出来。但是查看当时的建筑，还是可以找到浮层结构的，甚至当时还建造了9层塔。那么韩国的建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单层的呢？从朝鲜时代的资料来看，百姓居住空间茅草屋虽然是平房，但复式建筑也是存在的。朝鲜的贵族两班崇尚儒教，虽然比高丽时代有所节制，但是还是区别于平民，在高级的建筑和浮层的居住空间生活。但是进入17世纪后，一切都发生了改变。17世纪是世界上很有意义的时期，小冰河期导致全球气温下降，全球发生了多起事件，朝鲜也不例外。当时下降的气温对全世界农民都是很大的打击。韩国特殊的气候也给贵族们带来了很大的打击。三面环海的韩国是四季分明的国家，年气温差将近50度，夏天闷热潮湿，冬天寒冷干燥。从生存上看，属于比较恶劣的自然环境。因此为了避开夏天的潮湿，当然也有乘凉的作用。韩国大多与地面隔开，隔空架起，冬天为了御寒，在地板上铺上了暖炕，但是为了达到暖炕应有的保暖效果，需要在地板下面厚厚的铺上石头。但根据当时的技术，不能建造用石头布满整个地面的复式建筑。当时贵族们没有使用暖炕，但由于寒气逼人，冬季气温大幅下降，冬天无法坚持，甚至发生冻死人的事件。因此从那之后，暖炕逐渐普及，建筑物也从复式都变成了单层的韩屋。尽管如此，除居住设施外，在必要的时候，一些建筑仍然采用复式结构。因此将所有建筑都排成单层建筑的韩国历史剧，严格来说是错误的，只是为了表现一提到韩屋就会想起的形象，也是为了节省制造费，用单层韩屋来展现。有关韩屋的事情，今天先聊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帮忙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제 내용이 마음에 들으셨다면 구독, 좋아요, 알람 설정까지 부탁드릴게요. 그러면 다음에 더 좋은 내용으로 만나겠습니다. 감사합니다.